派讲的慷慨激昂的背后是种无奈跟眼泪。你吃不起榨菜，吃不起茶叶蛋，你重点没靠背。那你关起来，你搞你自己就好了。你每天恶心我做啥？我找你谈你也不谈，没招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台湾人全部都是青鸟，能不消灭吗？台湾有多少毒本？你可以来看我大陆的底。赖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还觉得有鬼。他说是不是国民党可以回大陆谈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在大陆的面前，台湾上桌，那是因为我们是家人。国民党一直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党。1949年，国民党右派彭建志的被老共轰到了台湾岛去，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吗？谁让你当时炸黄河大堤了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你看我名字也知道，我武统派。但是我们大陆所谓的武统派，更多的反应不是说我真的留岛不留人，我要把你们杀完。是我们对于大陆会台办的一种不信任，和对于岛上现在民进党的那种极端的环境，我不认为他可能会哪天180度，我们要来和谈，不可能的。包括那天赖任，其实我那天也抖内骂他了，但是我对他没什么意见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越变越明的，变到最后中华民族怎么样会变好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其实礼拜四的直播，赖任跟大陆同学之间这种直面式的冲突，这是两岸交流的深水区。说句直白一点的，这个就是实际上去接触它必然会发生的状况。只有这种激情碰撞，才会有未来更美好的将来。所以我愿意用我个人的 credit 损耗来让赖任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跟舞台，因为这才是两岸交流的实处。两岸交流不会只有好处，一定会有难处、苦处。但是如果畏苦怕难，做什么两岸交流，直面大陆主流的武统派，这是台湾人现阶段必要且刻不容缓的事情。时间有限，但是你不直面，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像他那种想法，其实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他从小就是青天白日怎么可能会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？不可能，你认同我还觉得有鬼，你是不是来间谍？如果他是个绿的，那我可能上来就。我觉得首先大家都认为是个中国人，大家就可以谈。那天我对他很有意见的，他说是不是国民党可以回大陆谈？其实就跟博弈是一个道理。现在说句不好听的，在大陆的面前，台湾上桌，那是因为我们是家人。那你台湾有多少毒本？你可以来看我大陆的底。首先，大陆的朋友现在80后以下基本上武统派居多了，大陆的老百姓，尤其00后更是关心台湾问题的人比例是少的。台湾爱咋地咋地，中国这么大960万平方公里，不要搞独立，其他没事。那到底这个武统是什么意思？问题就在于民进党执政这9年多的时间里，完全在扭曲对岸，而且太滋润了，把它完全搞成了一个产业链在玩。这个产业链不断的输出，人家会火。你关起来，你搞你自己就好了。你每天恶心我做啥？所以这才是武统派里面第一个底层逻辑是感受真的很糟糕。我都跟你讲欠打了，结果你还可以出一种奇葩思想，我70加70加70等于210，三发拦你一发，没有什么是一发熊山打不了的。本来无感被激发成无感，人家大家会火。你每天骂我、扭曲我，我当然生气。我找你谈，你也不谈。那你每次都用讪笑、贬低的，那最后怎么办？没招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台湾人全部都是青鸟，能不消灭吗？这才是武统派讲的慷慨激昂的背后是种无奈跟眼泪。所以你台湾内部要有力量告诉大家，青鸟的讲法不是主流，青鸟就是在扭曲、造谣、抹黑，要有这样的力量站出来干死青鸟这些王八蛋。所以2次大罢免为什么站到那么前面去？所以我非常挺馆长，虽然我们殊途同归，希望两岸更加了解彼此，化干戈为玉帛。真的是百年烂岛。我说你在大陆优势被干烂了，回到岛上面民进党又干烂了。赖人我觉得他人是不错的，他说我们要检讨为什么干不过那个民进党。馆长这个行动其实不是单向的，因为以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其实也是很片面的，我们可能觉得要么就全都是绿的，要么就是以前那个说法说大家都想回来，只是被民进党拦住的。那大陆这次对国民党为什么那么不满？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闯日的那个事情，我们都已经在支持你们跟民进党干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跪这一下？我也是国民党员，讲个不好听，国民党最上面的那个猪大家都知道，可是从中间到下面的人，大家都是不断的努力，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达到大家想要的目的。那在这样的状态下，那一直要跟大陆的朋友给你们讲，我们不是说要你们认同我们，但是你们要理解我们的心情。我知道龙哥很努力，但有没有可能是方式方法错误了，怎么努力都不好使？第二点，到底是大陆了解台湾多，还是台湾了解大陆多？还有一个问题，交流甚至包括是冲突，它一定是常态，你不吵这个道理是辩不明白的。统一的前途是光明的，但道路一定是曲折的。这种苦难怎么着都得经历一下。所以不管讨论也好，吵架也好，总之你不要上到一个真正最后动刀子那个状态，谁都不希望。
台湾人普遍不具备人民史观，而秉持着英雄史观。马列协说这个词儿是1981年国民党的全代会报告里面写的，叫中共师承马列协说，倡言4个现代化，却贫困日甚，由此证明共产主义完全破产，彻底失败。那么今天在大陆4个现代化，工业、农业、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到底实现的怎么样？相信大家都有答案。从阅兵交流看台湾人的哲学局限性，这个问题起源来自于国民党一堆人抵制93阅兵，并且强调要老共正视国民党抗战历史，拿出的证据不外乎第一个，两边各死了多少将领；第二，国民党部队死了多少人；第三，国民党捏到共产党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。这句话来自共产党的叛徒李法清，后来呢被蒋委员长广泛宣传，你觉得他还有多少可信度？哪怕张国焘后来他也反共投靠国民党，他也没说这话呀。另外，在届时炸黄河大堤死了快90万人民群众，又有将近390万群众流离失所，然后抗日抗一半，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，你这些史实又怎么解释？第4个，教材问题，造谣老共把国民党抗战历史都删了，旧版教材是4页正面4页敌后，今年正好换历史教材，这本8年级上册讲的就是1840鸦片战争到1949建国前这段历史。国民党他到底是什么意图？就5个字儿，他们在争功。但是他们在争功的同时，很少有见到4万万同胞这种人民说法，人民是没有放在他们心中的。抗日都是国民党或者蒋委员长这个英雄的功劳，然后说共产党在小话语权，好像共产党在跟他争英雄一样，因为共产党是胜者，国民党抢不过。那你说国民党他会是人民史观吗？所以我就可以接下来就立即推，国民党一直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党。共产党是怎么提的呢？第一件事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包括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，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，这就是强调人民主体性。共产党自己评价自己呢，叫中流砥柱，就是在黄河激流当中顶住的那根柱子，这是基于真实历史的一个评价。那我就想说了，你这柱子又不是只有一个，你国民党难道没去顶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批评国民党？你有一个人民政党的样子吗？1949年国民党右派成建制的被老共轰到了台湾岛去，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吗？我的理解，谁让你当时炸黄河大堤了？就是解放战争，就台湾叫国共内战，有一场战役叫淮海战役、徐蚌会战。共产党在历史书上写着500万之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、运弹药、抬伤员的群众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。总之概括起来就是，你国民党当时把人民放在哪里，人民群众当时就会把你放在哪里。76年过去了，国民党至今还没想明白这件事儿。我只能说，国民党说好听点叫历史局限性，说不好听点它就是劣根性了。要我说，国民党都比国民党要强。他们从上海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当时还说馆长仍然有局限性，但我们不能要求他成为一个圣人。结果馆长回来带着台湾群众喊人民万岁。现在看来，馆长的进步超出我的想象，以及国民党老人味重的这帮家伙比馆长的局限性还大。这段评述我也发给了沈毅老师，他的评价，第一个，国民党如果能做到，就没共产党什么事儿了。抗战这很痛苦的14年8年之后，为什么只花了3年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岛上去了？这就是人民的选择。你蒋介石不具备统治中国的资格。第二，哲学引入就到底是先有历史还是先有史观？一国两制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，它就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构建一些共识。第三条，为什么说和平统一很难？即使在莱桑横行霸道、劫持民意、倒行逆施、断绝和平统一这样一个大窗口和希望的背景之下，在国民党的某些人眼中，先要讲清楚国民党的功劳，这个事情比和平统一还要重要。所以除了莱桑以外，这帮人就是两岸和平的绊脚石。所以大陆为什么同时做好集中准备？然后可悲的是，台湾同学会用反问的语气问我学哲学有啥用？顺带说一句，觉得只有国家主席才需要学哲学，这也是一个英雄史观，并不是说唯物主义就是对就是好。你台湾可以不认同，你可以坚持点别的东西。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打架成百上千年了，还在乎这一时吗？但你台湾人说都是些啥？比如柠檬茶，他经常报经典的言论，他认为共产党就是一直在追求物质，他要追求意识，所以他才一直要求老共承诺永远放弃武力。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表述吗？唯物主义比较精确的说法叫物质决定意识，意识应与物质水平相适应，并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反作用于物质。这30多个字儿不要你接受，理解起来有
有这么困难吗？哲学是食人间烟火的，如果你觉得这玩意儿不食人间烟火，跟自己无关的，都是缺乏哲的。今天的悲剧在于台湾人的浅思考、不思考，甚至还在放弃思考。你说你反共，你说你自由民主，你的论述在哪里？你怕不是下掉大牙？